咦，哇，这个小姐姐你好漂亮啊，好可爱啊，我好喜欢你啊，家宝宝，我可以进来陪你聊会天吗？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进来吧。谢谢谢谢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我为我今晚的爽约道歉。所以你就送我一个这么蠢的仙人掌？送花多俗呀！我这不看你每天对着电脑工作，怕辐射对你的身体有伤害吗？你看看，长多像你啊！你还真是又细心又体贴啊！那当然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得特别的心软和敏感，可能是认识你之后被你给改变了。可是我可不是心软又敏感的女孩，我可没有影响你。在我心里边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姑娘啊，乖。滚！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你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怎么伤害我呀？移情别恋吗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只要是符合人性的理由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不是这方面啦，我是说，比如工作啊，或者类似这方面啊。你不会跟那个情感作家曹萍萍一样，在我这儿搞调研吧？我在跟你说认真的。来来来来，我呢，希望你永远都要按照你的原则来做事，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的改变，因为你为我做出的改变和妥协，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的关系。我看重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而不是我自己。讨厌你！静雅，来杯啤酒。静雅，我没想到你还会再见我。我当初离开你是以为你能回归家庭，没想到你还接着出去祸害别的女人。谢谢。那个女作家曹萍萍，在网上连载的关于仙人网的第10个感情骗子，是你吧？可以呀，郑伟，色胆包天，你就不担心身份被暴露？你们这些女人还需要我来骗吗？啊？你们自己就会骗自己。你们只要看着男人住豪宅、开豪车，什么都愿意相信。我老婆是这样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告诉你，网上的其他女人更是这样，只不过是我倒霉遇见了曹萍萍那个贱人，要不然我还会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幻想。我原本还幻想是不是个误会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郑伟，我欠你一句再见，今天补上。季雅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坐下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？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是故意气你的。
你知道你离开我这段时间，我有多难过啊？我连公司的生意都没心打理了。我注册那个网站，我完全是为了寄托对你的思念。姐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现在回去跟我老婆离婚，我们俩在一起好不好？我们再也不离开了，相信我。这人太多了，我适合这附近一个酒店，我妈像昨天一样开瓶好酒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来买单。这个女人身份查到了吗？不用查，身份会自己送上门来的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不是婴童的吗？他叫卓香怡，只是婴童的运营总监，而背后的主笔，应该就是他身边的这个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从他工作地点附近的保洁那儿打听过了，他可以确定，只有这个女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，所以，她才是婴童的灵魂人物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希望你永远都要按照你的原则来做事，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的改变，因为你为我做出的改变和妥协，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的关系。高总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同意和鲜业网合作。我都知道，鲜业网内部有分歧，总裁蒋漠北更倾向于和方丽合作。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在方丽面前退缩。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方丽。好了，我知道在躲猫猫上市的这个事件中，我有些犹豫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犹豫了。我既然请你过来，就是希望你放手和方丽去竞争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我必须要顾及因为鲜业网的事件卷入的其中一个人。即便我接了鲜业网这个危机公关，我也必须要把他的伤害降到最低。郑硕，现在我们和方丽的斗争
是越来越严峻了。但请你记住我说的话，一定不要感情用事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安排伟伦去负责台湾的业务去了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他都不在。不过呢，我给你找了一个得力的人来帮你。这个人呢，你也认识。李岩，你们进来吧。高总，欢迎你啊，袁卫。林总好。林总这是不欢迎我吗？我请袁卫过来出任季格的法务副总裁，不仅处理公司的法律事务，你那边的很多工作也都需要法务支持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配合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好好配合的。你来季格公关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女人做律师太辛苦了，换做甲方轻松轻松。别的女人说辛苦我信，你是那种越辛苦越亢奋的人。直说吧，你是因为我来的。我完全是因为高总给了我理想的薪资和职位。再说咱们俩的事儿，那天不是已经聊得很清楚了吗？是，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很多事情啊，别那么早下结论。我觉得就先别想那么多了，顺其自然吧。这个是仙源网的合同，我已经审过了，公司也盖过章了，你拿给对方吧。林总，合作愉快。林总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仙源网的合同你还没签吧？你已经知道了。我想先跟你谈一下，再签合同。你们这些女人还需要我来骗吗？你们自己就会骗自己。你们只要看着男人住豪宅、开豪车，什么都愿意相信。我老婆是这样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网上的其他女人更是这样，只不过是我倒霉遇见了曹萍萍那个贱人，要不然我还会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幻想。等我把这个发到网上，你再签。一会儿文文来了，你们俩可千万别提彭翔空难的事儿。好。姐，早。早。文文姐，刚刚有人曝光了说，路塔公司前 CEO 郑伟隐藏自己的已婚身份，在仙源网上欺骗女性的事。我们今天要不就跟这件事情吧？对呀，男欢女爱的事情，公众最感兴趣了，肯定10万加。
从今天起，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彭翔空难爆料的调查上，其他的事情先放一放。怎么了？网上的其他女人更是这样，只不过是我倒霉，遇见了曹萍萍那个贱人，要不然我还会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幻想。哇，这个政委不得身败名裂啊！他怎么创业啊？何止他完蛋啊！你是没看到舆情，网友们都说仙源网审核有问题，啊，助纣为虐。哎，不过这么隐私的录音是怎么流出来的？这谁知道？说不定有人要伸张正义。有道理。特大新闻！你知道那个伸张正义的人是谁了？谁？哎，不是。公司来了一个全新的副总，你们猜是谁？猜。这哪能猜出来？你猜这个猜。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。袁律师。袁卫姐。袁卫，人事部的人说的。入职手续都办完了，就差在全公司内部公布了。不是，他如果来，那咱们林总该多尴尬呀！妹妹，你担心什么呢？那大哥一人尴尬，咱们不吃亏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最关键的是，以后我们可以看大戏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看我什么大戏啊？哎呀，没有关系，我一丝的一点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，知道吗？我刚想说什么来着？马林不好好工作，要等着看你好戏。我是想说，我们正式接受了仙源网的委托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帮他处理会员身份欺诈的危机公关。你们准备一下，待会儿跟我去趟仙源网。好。姐，那这上班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？姐，你不会是为了林总连律师都不当了吧？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到这儿上班不是为了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值得我这么做。OK？ 姐，你说这话谁信啊？你肯定是为了林总，你不是为了林总，你最好跟我保持点距离。如果林钟硕知道咱们的关系，小心连饭碗都保不住。姐。宝宝，跟爸爸再见。爸爸再见，大点声。再见。爸爸再见。慢点开车啊。哎，方丽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跟我解约？因为你太愚蠢。我已经帮你摆平了曹冰冰，你又搞出了别的事儿来，你们公司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，也就用不着做什么公关了。早就该看出来你是这种人，你忘了你当初离开季格公关的时候是怎么求我的啊？我现在没价值了，你说把我甩了就甩了。对不起，郑总，我们宏伟公关是正规的公关公司，不会代理道德有问题的客户。我告诉你，你少跟我说这些，我只不过是犯了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，怎么了？啊？你敢保证，你就永远对你的家庭忠诚？我对我的家庭当然忠诚，
像你这种人渣，不能和所有的男人相提并论。我要是你，就赶紧回去求你的妻子，不要跟你离婚，至少这样还能守住你一半的家产。方太太，我劝你还是小心点，因为你老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因为咱俩是同类人。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报警了。这个人精神有问题，回去吧。我们有预约了。哎，您好，这边登记一下吧。注册1分钟，噩梦一辈子。您好，这边请。哎，从哪儿都有你啊！我哪儿得罪你了吗，林总？啊，林总，你们来了，都见到了。袁卫呢，是我初中同学，也是我的好闺蜜，是她给我推荐你们公司和林总你的。这次吧，我们新源网的危机也是涉及了很多法律问题，而我的法务呢正在休产假，所以我就叫袁卫过来帮忙。林总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了，有袁总为我分担工作，我求之不得呢。那就好，大家赶紧坐吧。首先，特别感谢林总能够帮我们仙源网这次忙。郑伟的录音曝光之后，对我们仙源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。大家也知道，郑伟其实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公众人物。他这次在仙源网出事，公众的矛头不仅指向他本人，更多的是指向我们仙源网的安全漏洞问题。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危机公关，能够彻底的整改我们仙源网。听贾总的意思，应该已经有了具体的方案了。我们的确在做一些修改仙源网安全漏洞的方案，其中增加了一些线上的审核，以及线下的员工审核。这些吧，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营成本，不过会有效地降低那些会员注册的时候隐瞒自己身份的一个欺诈性。本来这个计划我是想明年再上线的，不过既然发生了这次危机，我就想提前上线。所以您是想我们配合，来推出这套会员安全审核的方案？我并不想单纯的去平息舆论对我们仙源网的攻击。如果不能够整体的解决我们仙源网自身的问题的话，我认为任何的危机公关都是没有意义的。真希望我们所有的客户都能像您一样。没问题，我们会全力配合推出这套方案的。那就好。那既然大家这么契合，正式工作之前，咱们先把合约签了吧。嗯。等一下。你出来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我在公司负责的是公关工作，我应该有权利决定聘用哪家公关公司吧？可我没让你上线那个认证系统。你要知道，公司现在出现的是安全和信用问题。如果你光是个道歉的话，公众根本不会买单的。现在我们应该想办法的是解决和修正一下我们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。可现在不是时候，咱们公司在进行第一轮融资，这也许是上市前的最后一次融资了。你这时候上线这个认证系统，
势必会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而且还会流失大量的会员，你知道吗？流失又怎么样？流失的也不过就是一些骗子嘛。我们做企业，好歹也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嘛。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，怎么现在变得眼里只有钱？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就是为了钱，我只为了钱。可我每天在背后辛辛苦苦的找投资，我容易吗？你每天都干什么？你就知道追求你那不切实际的理想。你什么都不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不会。行，我在你眼里如果什么都不是的话，那你罢免我呀？怎么，不敢是吗？你是担心我和你的婚姻破裂之后，你的投资方不买单，打个退堂鼓是吗？还是担心别人笑话你啊？哼，搞婚姻网站的两个夫妻，自己婚姻都搞不明白，还给别人带来幸福呢，真可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一人都让一步，好吗？这方丽怎么也来了？她不会要跟我们抢客户吧？哦，对了，他不是代理政委那边的吗？按说他应该跟仙源网是对立的才对啊。对啊。看来袁律师还是追随着钟硕一起来了。我一直以为袁律师是一个独立的女性，没想到在男欢女爱上面也是不能免死我。没办法呀，这个世界呀就是这么不公平。有些男人呢就是这么有魅力，什么都不做就让人围着他团团转。有些人呢，什么都没有，还要去抢别人的。哎，冯总，您这次来不是抢季格公关的客户吧？怎么能叫抢客户呢？只是生意场上的公平竞争，对吧，钟硕？你的客户不是政委吗？政委已经不再是我的客户了，所以我需要新的客户来弥补自己的损失。哦，那可能得让你失望了。我们都已经要跟贾总签约了。是吗？跟贾小平的方案比起来，她的老公蒋总好像更喜欢我的方案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公司应该是男人当家做主的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？仙源网同时雇了我们和宏伟一起来处理这次危机公关？方丽却按照蒋总的策略来做危机公关，我们按照贾总的方式来做危机公关。最后看哪一方能够赢得仙源网用户的认可，那哪一方就可以成为仙源网长期的公关代理公司。这是什么操作呀？我们季哥是顶尖的公关公司，他宏伟又是什么级别？是，我知道你们受委屈了，但是宏伟公关越是要跟我们抢仙源网，我们越是不能轻易的退让。尤其是，我们是站在贾总的一方，贾总的方案，不管最后是输还是赢，都值得一试。我之前还觉得做公关挺无聊呢，哎，这看起来精彩程度不次于当律师啊。各司其职吧，我去跟他们的法务对接，你们继续。方总可真是厉害，
居然从季格公关手里抢下了客户。现在仙源网还并不完全是我们的客户，对方又是季格公关，大家不要太大意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大家对仙源网这次危机的关注，转化成仙源网的流量。因为这件事是女作家曹萍萍卧底调查仙源网会员身份而起的，进而牵扯出政委隐婚注册仙源网。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娱乐性的元素。我建议将这件事娱乐化，增加仙源网的曝光度。有道理。然后到时候再给仙源网进行正面宣传。可是怎么才能娱乐化呢？江总，我手上倒是有曹萍萍的料可以用，不知道您。只要不触犯法律，你们就放手做吧。具体怎么操作，不用告诉我。我们这次的策略就是顺利推出这个安全认证，让用户接受这个认证，并且同时也要让大家看到仙源网改变的行动。那具体的方案就是尹金雅负责联系媒体，让贾总接受采访，告知大家我们正准备上线这个安全认证。那马林配合这边的运营部门做个调研，看看有多少用户愿意接受这个安全认证。好，林总，这个策略会不会太板正了？如果公众不感兴趣，或者说方丽那边动点小动作的话，对我们都会很不利。所以我们才要加快速度。那夏末，你就去技术部门催促他们尽快完成这个系统的测试，同时也要了解下这个系统，我们好向公众介绍清楚。3年前彭翔空难发生的时候，时任 BCN 中国记者站的记者林钟硕发表过这样一篇报道，称，当时机长正在和他中国籍的妻子闹离婚，机长有严重的抑郁症倾向，所以很有可能彭翔空难就是机长自杀式坠机。而且他的文章中写明了证据，当时中国籍的妻子正在起诉机长离婚，2人已是分居状态，机长呢正在接受婚姻咨询等等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些证据没有问题，但是机长的妻子已经死了，我们无法再从当事人那里进行取证，而且彭翔航空空难的黑匣子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搜寻黑匣子的工作，去年当地政府就已经停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去证实这些爆料的真实性。我倒是觉得没必要特别去调查空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啊。爆料的重点是林钟硕和彭翔航空联手转移空难的责任，我们应该去调查这一点啊。你们去查一下，彭翔空难发生的时候，是谁负责新闻宣传的？那个人和林钟硕有没有接触过？好。哎，曹培培您好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。请问网上的爆料是真的吗？您是否真的未婚生过孩子呢？您是不是出于对男性的报复，才在互联网上物色男性，然后报复他们的呢？啊，曹小姐，请您回答一下好吗？请您说两句吧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请回答一下。你说两句吧，好吗？请您说两句好吗？请您解释一下。除了曝光了曹萍萍的过去，还有一些曹萍萍的同行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曹萍萍的作品涉嫌抄袭，也有人说她人品不好，没什么本事，只会包装自己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性攻击个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来自于隔壁会议室的手笔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！哎，你得冷静下，贾总，现在还不是最后决胜负的时候，不要打破了我们的节奏，一切等到这个认证系统上线再说。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
曹萍萍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而且你也知道，这件事情是我把她牵扯进来的。对手是非常冷血和无情的。如果你想要最后赢得这场仗的话，你就要显示出你的力量，而不是你的脆弱。你要防止别人利用你的弱点。现在舆论已经转到了曹萍萍这边，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仙源网在转移焦点。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炒曹萍萍这件事的话，我怕持续不了太久。现在开始树立仙源网的正面形象。吴芳，你去仙源网那边，让他们提供一下会员在仙源网认识并结婚的资料，记住，最好能接受采访。好。方丽开始正面宣传仙源网了。两位，你们看啊，他们还放出了很多通过仙源网相识结婚的会员资料。他这些资料都是刚刚新婚不久的，我可以提供之前投诉我们网站的那些会员资料，让他们现身说法，谈谈网络受骗的经历，从而来证明上线安全系统的必要性。丫头，你想好了？这可是伤敌1千，自损800。毕竟宏伟公关只是我们机构公关的对手，不是你们仙源网的对手。你错了，现在根本不是你们2个公关公司的对峙了。这场战役一旦打起来，我和蒋漠北就已经为敌了。行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资料，我要亲手揭露我自己的网站仙源网这么多年的顽疾。两位，我先告辞了。林总，我打了很多投诉人的电话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。我估摸着是因为相亲被骗这事儿吧，太不光彩了。越是怕曝光自己，说明伤害越大。我从媒体的朋友那边得知，方丽也在联系媒体，说下午有一个科技界的钻石王老五要在仙源网上公开征婚，希望媒体可以跟进报道。哎，这个方丽啊，调研结果出来了。林总，你看。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上线这个安全认证系统的，所以只要我们尽快上线的话，未必会输给方丽。打给项目，问他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那先这样，季雅姐。麻烦问一下，我们还需要多久啊？还有2个漏洞需要修补，估计还要半个小时。啊，拜托你了，能不能快点？越快越好，谢谢啊。好。文姐，我已经查清楚了。彭翔空难发生时，负责新闻公关的人叫麦克，这个人现在是彭翔航空中国区的负责人。而且你知道彭翔航空中国区的公关业务签的是国内哪家公关公司吗？就是基格公关。彭翔航空是副总林钟硕带来的客户。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麦克吗？这个麦克不常驻中国，我问了一下彭翔航空在中国区的负责人，他们说
鹏翔航空跟季格公关的合作根本就没有经过招标，而是麦克单方面选择了季格。这是不是就是麦克为了再还林钟硕在鹏翔航空空难上欠他的人情？文文姐，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再从麦克那边再继续调查下去了。我觉得，如果想搞清楚这件事情的话，就只能从林钟硕那里入手了。文文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……文文姐，这些都是雅泉瞎分析瞎猜的，这个事情目前也没有实锤嘛。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想？我早都知道，是林钟硕报道了鹏翔空难的事儿。我也知道机长妻子不堪舆论压力自杀的事儿，但我真的没想到，这后面可能还会有这么多其他的事儿。那你还相信他吗？我已经打听好了，还有1、2家媒体也收到了这个爆料。但如果你还下定不了决心，不如让别人家先做也好。如果这个事情真的会伤害他，那让我来伤害他吧，总比别人要好。今天，我们的大投资人来公司找过我们，说决定在今晚之前看一下，到底是哪个人的方案能够对增加会员数有效，再来决定到底是用我的还是用蒋墨北的方案。真刺激，还像是在等待法院审判结果一样啊！林总，你有把握吗？我只相信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一下。喂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仙人网这边呢，客户有点事儿。哦，那你忙吧。没事儿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晚上约你一起吃个饭。那你能来仙人网这附近吗？我可能不能走太久。没问题。嗯。你是感应到我想你了吗？走吧，找地儿进去吃饭。假日吃吧。哟，真贤惠。那当然。